第一时间接到预先号令，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的邱少云生前所在营官兵迅速收拢集结，根据警报信号做好出动准备。这里呢是连队的兵器室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是这种双门的设计，官兵们可以通过前进后出的方式来牵领武器装备，使整个的出动流程呢更加的顺畅。当官兵们携带武器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就可以通过兵器室的智能管理系统自动的完成出库登记。与此同时，驾驶员迅速启动车辆，沿预定路线完成车辆编队。通信兵利用电台、北斗一体化平台构建起指挥信息系统，实现旅、营、连3级指挥控制。新营区新装备给战备工作带来了比较大的变化，比如说车辆出库编队，以前需要驾驶员跑到车库打开库门，现在通过一键开门系统，驾驶员还没有跑到车库，库门已全部打开，缩短了编队时间。营区是作战单位的基地，核心功能就是练兵备战。在这个旅，战备车库紧邻战备器材库，战备物资也是提前按照作战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区分，进行编组模块化储存，直接由平台推车直送，可以最快时间完成物资装载。同志们，万家团圆日，军人备战时，此次任务中，我们要坚决发扬邱少云精神，严守纪律，勇于牺牲，坚决完成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！经过简单的战前动员，现在官兵们已经出发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场所有的车辆是排成了2路纵队同时出发，大幅提升了部队全员全章出动的效率。按照基地化、标准化建设的新营区为战备拉动带来的加速度，让已经服役了10年的班长范荣深有体会。从河西走廊移防昆仑山下，从训练场上安营扎寨，到入驻全军新一代营房，他和战友们既是受益者，也是探索者。新兴高机动步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出动。我们依托新营区的优势，反复优化战备拉动方案。大家都知道在什么点做什么动作，我们都感觉到战备拉动的流程越来越规范。如今，新营区已经投入使用2年多，2000多亩的室外综合训练场，使部队不出营门就可以完成从单兵到连排的所有专业训练。室内综合训练场的14个专业专修室投入使用以来，大大缩短了人才培养周期。作为基层分队主官，我们当前考虑最多、抓的最多，就是如何依托新的战舰基础、新的网信体系、新的标准规范，把最经常、最基础的战备工作抓到具体、抓到末端，确保部队无论是平时还是节日期间，常态保持实备状态。